年的3月开始，每一年的樱花季的开始。大家好，我是小王。我们这一趟从桃园机场开始出发喽，我们准备前往九州赏樱花。来，我们现在从饭店出发，准备前往我们的第一个景点来去佚佗哈。拜桓武天皇，就是日本的第一个天皇，就是徐福啊。还有谁呢？还有一个叫做孝明天皇的，就是搬迁到京都的那个天皇。他就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所以叫什么什么神功，什么什么神功。那神社嘞，神社嘞就是日本人啊所发明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神，叫什么？我来小吴讲几个名字，比如说像羽加之纳魂大神，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比卖神、穷穷武尊、速斩天尊。小吴等一下跟你们讲一个名字啊，各位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总共有12个字。这是等一下我们要祭拜的神，祭拜这个神啊。我背了10年也背不起来，太绕舌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人家讲的是什么呢？日本人神话故事出来的一些神明。那寺庙呢？寺庙有什么差别啊？寺庙其实就是我们怎么嘞？我们台湾在拜的一些神明，像比如说卢舍那佛，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们的佛祖嘛，对不对？还有谁嘞？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去过浅草观音寺？要拜谁？观音嘛，对不对？还有什么嘞？清水寺有没有听过？清水寺啊，对，就是拜观音。还有什么嘞？东大寺有没有听过？东大寺啊，就是拜卢舍那佛。那这是我们的寺庙。所以他们一般的嘞，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3样：神宫，还有什么寺庙，还有神社。那拜的方法基本上都一样。各位要准备什么？5块钱的。为什么要准备5块钱？5块钱的日文叫做ご縁，结缘的日文啊一样那个发音，所以他们觉得5块钱可以跟神明来结缘。日本樱花从最南边开始，一路往北开所以每一当日本的赏樱团呢，可以从这个南部就开始了一路往北方开那这沿路上的景色呢，也造就出在日本的樱花季呢，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月份3月份呢、4月份呢，一直到5月份的巴开德都还有那当然，在各地所开出樱花的时间不同也带来了在各地因为樱花时间开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樱花时间跟樱花的景色，而樱花的品种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一路上看的感觉都无同每一当对3月份开始樱花季就开始咱为遮翕相就好，下较出名的就是乌雪，3种乌雪，最强的有无香菇了全变做一空，而卵石走倒出去有变做安那，石头粒。今麦所看的叫做关之尾真有特色的瀑布这个瀑布是日本的白泉温泉其中白泉瀑布啦日本喜欢用2种方式去形容他们的温泉跟瀑布，就是叫做白泉、关之尾瀑布日本白泉
其中一个可以再看到全世界最大的欧穴群哦。这些瀑布呢，宽度呢有40公尺，高度落差高达了18公尺啊。在瀑布的上游，有着世界级最大的欧穴群，这些欧穴群的宽度有80公尺，长度呢达到了600公尺左右。日本所谓的欧穴啊，讲的就是咱的湖穴啊，在河流上游经常出现的一种地理景观，形成的原因呢，大部分是因为河水啊，或者河水啊流量增加，带动这个顶管上游石头向下骹啊安尼连哦，所以石头拄着河床沿凹处呢无法度前进的时候，就被水流带动而变成一种打转的情况。那这个被水流带动而打转啊，这个在中国大陆哦，因为把这个所在叫做炫堂啊。那如果是在日本呢，当然我们就叫欧穴啊，在台湾叫做湖穴。像这样子的情况，其实非常的，在这边游泳上游啊，就是属于人家常讲的哈，在河边戏水属于危险性的哈，因为这个水流呢，你搞不太清楚状况哦。在这里面呢，呈现了漩涡的情况哦，所以丁管呢形成了这个上游地方呢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孔洞啊，这个湖穴形成的原因呢就是如此啊。这个收在江下和散步，也在看了雄伟的瀑布与欧穴群呢，可以欣赏这些以外呢，当然呢，日本当然你要说去比较说日本的瀑布有没有像中国大陆来的那么的震撼呢？当然是没有哦。但是我常讲，日本呢多了一个精致之美哦，在宫崎县的关之尾瀑布，这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来过摄影了。但是在每一年的九州之旅来到了春季的时候，这一个景点呢就变成我们必排景点之一啦。尤其是春季的雨水开始变多，所以呢春季的瀑布的流量呢也慢慢的越来越多哦。尤其是日本很喜欢用这个百选100的百好选出100个最厉害的东西像什么瀑布百选啊、神木百选啊、湖泊百选啊，什么东西呢可以搞出一个百选拉面百选啊，丁来咱今晚呢其实这个是往上有往下，我已经搞不太清楚了但是这上面就是一个欧穴群这个地方最大的卖点可以看到很大片的欧穴群在地理景观随时呢容易变化。欧穴因为随着水流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所以呢每一次当来看这欧穴群呢，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景点跟景色最上面呢会有一个欧穴群的这个立碑日本线在这2-3年来呢非常的旺盛旺盛到连我自己呢都讶异不已。现在的日本线跟以前的日本线非常的不同有没有？百选瀑布看得到了世界上最大级的欧穴群是不是没上去拍欧穴还是上不去但是有看得到关之尾公园他们家盖下我讲这几年来日本上大的不同款的所在，日本最大不同的地方它其实呢就在于呢日本的个人旅游变得非常的多。其实团体旅游跟个人旅游呢已经分得非常的明显呀，有看到的就是这一块牌子但可惜没有特别去拍欧穴。3月2五至4月初3日樱花季但是今年我今年总共较晚12月啦。若无3月2五至4月初3，应该咱看到才有上。其实讲白一点呢，咱的陈胜林以及讲的艺术就是樱花季其实都在这个时间点但是呢不一定每一次的时间点搞你100%都看得到。但是在赏樱季节这种时候，其实可以说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都是大概3个月到半年前就应该预定了，所以樱花季有时候呢变化莫测。
母志丘公园。这个陈导哦，伊讲的意思呢，看到迄张相片呢，讲的就是母志丘公园的樱花隧道哦。从画面上很清楚的看起来，樱花不知道是还没开还是怎么了哈。还没开就要跟你 say sorry 啊，不好意思啦，真的，现在这种樱花季你已经查阅完毕了打电话问完了日本观光局当地呢也预测在那个时间点，但我就说呢，人算不如天算没办法，西高的高被定了，根本也不可能定得到。在樱花季的前后，大概3个礼拜左右呢，几乎都是爆满的。来到这个雾岛神宫，也可以确定的在雾岛神宫上面呢，其实也是主要以赏樱花的景色为最大的重点所以不管从母之丘蔓延2公里的樱花隧道一路来到雾岛神社，都是在樱花季最主要的欣赏景点。来，右手拿水条洗左手，左手拿水条洗右手。拿一口放在手上，然后漱口，然后呢，再把你摸的地方洗，4个步骤，右手洗左手，左手拿洗右手，拿一口来漱口，然后最后再把你拿的地方来。安尼知袂？拍无啊，我开始学完学完就我啦，我来我来注意参办完了后就拿翕相，拿散步，拿等于吃4点35分离开，4点35分许愿，来嘞，身体健康许愿啊，许愿！许愿啊！来，给我几个步骤，我讲一下头起来，然后举2个弓，然后拍2下，第2下合起来，我跟他讲你的心事比如说礼拜1的威力彩，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再举1个弓，举2个弓，拍2下，讲心事，然后再举1个弓，然后表演是你们看一下我调这里啊。哟，你说厉害哟！要拍哟，举2个弓，然后拍2下，然后讲你的心事礼拜1的乐透彩的头彩，这是重点。然后最后再举1个弓，知道吗？举2个弓，拍2下，最后再举1个弓。然后我们拍照。坂本龙一甲因太太疗伤圣地雾岛，当时的龙马受伤了呢，从西乡隆盛的建议呢，据说这边具有疗效的温泉呢，就来到了雾岛，待上了好几天这个坂本龙一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如果你有看过日本大河剧，应该就可以了解得到。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雾岛的雾岛神宫从阶梯爬上来之后呢，就可以感受到雾岛神宫境内的庄严如果能见度够高的时候，对雾岛可以再看到樱岛。
那来到雾岛神宫呢，我们预期性的来到这个深山当中的神宫呢，你其实就可以看朱红色的漆还有与世隔绝的雾岛神宫，这种感觉，我个人喜欢我个人是喜欢的。我喜欢日本清幽的感觉雾岛神宫是南九州上大神宫，也是雾岛的地标内底呢，供奉日本传说当中的开国的神明穷穷之神根据传说，雾岛神宫是清明天皇时期，就西元500多年当时呢，在这个地方一个僧侣所奉命创建的神社所以离现在的日子呢，比少说呢也有1000多年了所以这个雾岛神宫其实也算是有历史的，但这个朱红色鲜艳的殿宇呢，比起其他在日本各地所看到的神社，它的雕刻跟色彩呢就比较显眼一点雾岛神社就坐落在树林当中，春天的樱花跟秋天的枫红，把神宫装饰得特别的美丽。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春天它的樱花最早开，秋天它的枫红最晚开可以说是早睡晚早起晚睡这就是九州的特色九州真正是因为莫讲乌基那话日本南部上早开花的所在但这个文化遗产的庙宇边还有2株的樱花听讲是昭和天皇到现场当场祭拜所亲手种植的纪念树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看到樱花呢，慢慢的才要开起来，慢慢的，有没有看到坂本龙一还有坂本龙一他老婆所以雾岛是有故事的啦，是有故事的那来到这个地方呢，日本的国歌唱到呢，我君王的志士将会延续到千万年，一如细小石头，成为磐石上生胎为止。这里呢，日本国歌来的细石，指的就是石灰指的角砾岩那来到日本旅游的时候，角砾岩也就是日本神社或日本城堡的建筑重点之一。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在春天的时候，其实不止樱花，你在沿路上嘛会使看到真侪油菜花但日本九州嘛是有真侪油菜花日本是一个对花这个民族对花是特别重视的一个民族国家所以举凡了樱花各式各样的花季在日本都可以感受得到，包含像九州的樱花季啦等等还有像什么牡丹花季啦、知音各式各样各类的花季呢，都在这个日本呢非常的重视我前面有讲到说日本现在的旅游方式改变很多台湾人现在呢到日本来的旅客呢非常的多，但是它增加幅度最大的其实是日本的自由行的观光客所以基本上日本呢产生了非常多，其实团体不会遐多，但是机位非常的歹定你那个航空公司嘛真简单是怎？你甲看，我这架飞轮机有200个位，我买团体票是上俗的我要把票销售给团体票，团体票是所有票种里面价格取得最低的嘛。那我卖给团体跟卖给个人这个自由行的客人，自由行的价格会高你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卖给自由行客人的机票呢，就占了大部分。所以基本上日本机位变成除了不好需求之外，日本的饭店呢更是一房难求。因为现在自由行的旅客变得很多，所以这些自由行的旅客，他们通常呢会锁定所谓的季节性的商品。一到了樱花季一到了各式各样的季节他们通常在网络上就已经直接下单了买料所以变成旅游团队他的订房的动作呢，往往会输给这个自由行的旅客这个时候问题就很大了所以每一次呢，在日本线来讲呢，如果你不是机位很难订得到，就变成了饭店的呈现了一房难求。我们除了跟台湾人这么多的人
要抢饭店之外，还有跟其他各个国家的人要来抢饭店。你说呢？可见的哈，这个日本线现在有多夯啊！有的人会讲，啊，你事先半年前，这个饭店借落来啊，拜托的哈，半年前借落来哈，一当前人喺其他国家就借来了，咱半年前借拢袂赴啊。再加上呢，有时候台湾的这个出国人口数呢，没有来的那么多哦，所以有时候把饭店吃下来呢，对台湾的旅行业者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财务压力啊。这是我最喜欢的旅游方式，日本啊，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穿现在这种哦。你说它浴袍也好，你说它像日式和服也好，但总是它穿上去呢，就有那么一丝丝的感觉，有无哦？穿起来要来假崩哦，大家拿制服嘞，有无哦？感受什么？很像制服啊。那这样子呢，清一色的那种感觉，才有像温泉区来去泡汤哦。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温泉区啊，不管你是不是会去洗温泉哦，我知影真侪人唔敢洗温泉哦。害怕呢，进到这个温泉区呢，大概腾腿哈，坦诚相见哦，害羞了起来哈。那这个犹如含羞草一般呢，那包起来哈。那不知道这个害羞是来自于你们呢，还是是怕身材不够好，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啦啊，很多原因哦。但我知道哦，家子郎还是不太好意思呢，在日本式的裸汤哦来去浸泡哦。但是没关系，哎呀，今天就好多了哈，今天出太阳了啊，今天出日头啊哈。那这个现在这样子的气候呢是最棒的。来啊，我们在雾岛住在雾岛龙马，这个算是当时呢带着他的老婆来到这个地方来去疗伤。我们也是一样哈。可见的一型勾在坂本龙一，他很这么厉害哈，他能够呢，传播来家哈，前面是樱岛哈，采来高家洗温泉，进价温泉就代表这边的温泉呢有一定的疗效，有一定的特效，有一定的名气在。当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住上一个晚上哦。日本的美，日本的景色，日本的一切，由四季来衬托出来哦。日本有2种玩法，一种就是四季之美，在季节对的时候来日本佚佗，你会很开心，你会觉得哇，日本的风景点呢非常的漂亮啊。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呢，就是呢深入日本去 shopping， 比如说住在这个城市啦，买到了欧米亚给啦，去品尝日本当地道地的小吃啦，无呢就是去市啊来底踅啊，买一寡日本较有的物件，台湾无的物件。所有的一切拢安尼。那今晚呢，咱会使看到这个重点的是我们今年来到了九州，但是呢，其实在我们来完不久之后，九州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有没有看到前面的樱岛还有冒烟呢？樱岛火山2016年的4月6号，熊本在九州地方的熊本呢发生了7.3的地震呢。这个级数呢跟台湾921呢是同样的强震哦。这个强震呢震垮了阿苏神社，熊本城也受灾非常的严重哦。这个算是呢近代气象观测史上的头一遭哦。九州大分县发生了地震，上万的民众来避难哦。所以这一次当我在配这个九州的音的时候呢，特别有感觉。包括我们这一趟也会在之后播报的阿苏山的火山也喷发了同一个断层线上的大分呢，更让呢整个呢当时呢日本呢氛围陷入另外一种很不安的感受。近代的观测史以来首见的宽范围的地震，宽范围就是呢地震的带上面的所有的城镇呢几乎全部都中奖所以记得我在拍九州音的时候呢，这种内心的交杂的感情呢，特别的强烈当然，第一个会认为我这么喜欢的日本呢，哇，怎么会发生地震呢？真是内心交杂很大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当然这么美丽的景色呢，可能不太容易再见到。
这里是鹿儿岛的象征活火山，这个高岛呢，因为火山的爆发呢，跟这个陆地呢就相连了起来啊。因岛的九州的南部，离这个鹿儿岛市中心呢差不多4公里，所以对于鹿儿岛你也在看到因岛单独的一个岛屿这样子的感觉啊，嘛也在看的对因岛看的鹿儿岛啊。但进来店呢，它靠近了这个锦江湾的鹿儿岛湾内，火山爆发形成的啊，称得上是鹿儿岛的象征啊。因岛是世界上无介接看的活火山，它在历史事件来讲呢，它有很多次的爆发就对了哦。本来是一个孤岛，但是呢，它最后一次的爆发在1914年的大爆发的时候呢，把半岛的陆电呢，它就这么连了起来哈。所以呢，它创下了最惊人的喷火历史的熔岩哦，到处可以见哦。东西呢，它火浆的熔岩呢，喷出的数量之大，大到呢可以跟陆地相连起来，那你就知道了哦。所以呢，他们家呢，游客呢，通俗呢介绍樱岛火山历史的爆发呢，这周围的关系呢，海拔在373米的汤之坪瞭望台，都可以看得到当时1914年大爆发时所书写下来最震撼人心的感觉哦。那包括它南边的活火山喷发孔哦，最近的观察点哦，那你可以欣赏360度的绝景。所以你看头前的山是不是还一直在冒烟啊？樱岛还以世界最大的萝卜樱岛萝卜跟世界上最小的这个秘籍啊 get up 著名。所以樱岛你看这个火山地形，这个地形啊，种出来的东西还真特别啊。